前世，我直到在偏院可喜而死，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夫君顾景安用来给白月光挡灾的替身。重活一世，正赶上顾家来迎亲，我当着满堂宾客的面，一把火烧了嫁衣，带着重病的幼弟自请除族，回了穷山恶水的原籍老家。顾景安高高在上的冷笑：周万燕，离了侯府，你回那盐碱地里只能吃糠咽菜，我等着你跪着来求我。回乡后，面对等着吃绝户的宗族伯叔，我转头招赘了村委那个流落至此、瞎了一只眼还瘸腿的凶悍猎户。所有人都笑我疯了，守着盐碱地和残废，早晚饿死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胸口那枚伴随重生的玉坠里藏着一个万象种子库。大旱之年，饿殍遍野，曾经连草都长不出的荒地里，我种出的战成道堆积如山，水晶番茄和紫玉白菜引得省城商贾踏破门槛。族长捧着族谱跪在我家门外，求我赏口饭吃。后来京城粮荒，顾景安落魄上门求粮，我身边那残废猎户突然扔了拐杖，将我护在身后。看着他高大的背影，我突然发现自己随手捡来的糙汉夫君，怎么长得和那位传闻中战死沙场的郑国大将军一模一样。喉咙深处那股粘稠的铁锈味似乎还没散去，一拜天地，冰像拖着长枪的高喊声刺破了喜乐。红绸盖头下，一双骨节分明、带着玉扳指的手看入我的视线，递来一端红绸。燕燕，跨过这火盆，你便是我顾景安明媒正娶的妻了。婉儿身子弱，受不得风，等我们拜完堂，她再给你敬妾室茶。周围宾客的道贺声嗡嗡作响，我盯着那双曾亲手将一碗碗掺了乌头毒的补汤端给我的手，指尖猛地收紧，护甲在掌心掐出一道泛白的深痕。前世我就是在这温水煮青蛙的谎言里信了他说的顾林两家世代交好，娶她只为全了长辈恩情，我心中只有你。我将周家商行的印信、王母的十里红妆悉数双手奉上，替他铺平青云路，替他的白月光挡下侯府内宅的明枪暗箭。直到在偏院刻尽最后一滴血，我才知道周家的万贯家财早就被他掏空，连我那年仅8岁的幼弟都被他们故意冻死在寒冬的柴房里。那对璧人踏着我周家满门的尸骨，加官进爵，白头偕老。燕燕，莫要误了吉时。顾景安的手又往前递了递，我冷眼看着那端红绸，猛地抬手，唰，金线绣着牡丹的红盖头被我一把扯下，轻飘飘地落在燃烧的炭盆里，瞬间卷起一阵焦糊的黑烟，满堂喧闹戛然而止。周婉燕，你疯了不成？大喜的日子，你闹什么小性子？顾侯爷，侯夫人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径直转过身，目光冷冷扫过高堂之上端坐的公婆，最后落在被丫鬟搀扶着站在柱子后摇摇欲坠的林婉身上。她今日穿着一身素雅的月白软银青罗，发间却插着一只极其惹眼的红翡碧珠凤头金步摇，那是我王母陪嫁单子上的第一件死当之物。今日这堂我不拜了。我扬起下巴，声音掷地有声，砸在寂静的大堂里。顾老夫人猛地一拍紫檀木桌案，茶盏震得叮当乱响。周家虽是商家出身，难道连最起码的女德规矩都没教过你？既已抬进我侯府的门，岂容你说不拜就不拜？燕姐姐可是弃我入府，千错万错都是婉儿的错。姐姐若容不下我，婉儿绞了头发做姑子去便是。万望姐姐莫要为了我伤了顾哥哥的心。婉儿，你身子不好，跪他做什么？周婉燕，你休要得寸进尺。你一个满身铜臭的商家之女，能做侯府正妻已是高攀。婉儿知书达理，都不计较名分，委身做妾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确实不满足。我看着这对前世将我生吞活剥的男女，忽然笑了。我不紧不慢地将手探入宽大的喜服袖带，抽出一本厚厚的账册，毫不留情地砸在顾景安的脚边。啪的一声闷响，账册散开，里面密密麻麻的红字账目暴露在所有宾客眼中。顾世子既然说我满身铜臭，那我们就来算算铜臭的账。景泰3年4月，顾家以修缮祖宅为名，从我周家钱庄借调白银2万两。5月，顾世子打点吏部考公司，拿走南珠2壶，徽没时辖。7月，林表妹说京城水土不服，顾世子便将我娘陪嫁的城东300亩水田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了林表妹的名下。我每说一句，顾景安的脸色就白1分。哦，对了，林表妹头上这只步摇，也是半个月前顾世子拿着我王母的私库对牌去周家当铺里提走的，拿我的嫁妆博你的红颜一笑。顾景安，你的脸皮是城墙倒拐砌的吗？周围的宾客倒吸一口凉气，窃窃私语声瞬间如潮水般涌起。天哪，竟是拿未过门妻子的嫁妆养表妹，还侯府世子呢？这行径与吃软饭的无赖有何区别？你闭嘴！一派胡言！这些都是你自愿孝敬长辈、帮衬夫家的，如今到了你嘴里，倒成了我顾家强抢了。来人，少夫人魔怔了，把她带回后院清洗清洗。几个粗使婆子立刻挽起袖子，凶神恶煞地扑上来。谁敢动我？
我反手拔下发髻上的金簪，尖锐的簪锋直接抵在最前面的婆子脖颈上，吓得她猛地顿住脚步，杀猪般嚎叫起来。大堂内又是一阵大乱。顾景安，你以为我今日敢掀这盖头就没留后手吗？我冷眼瞥着高堂上气得直哆嗦的顾老侯爷，声音拔高，确保在场每一个宾客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京兆景衙门张主簿此刻正坐在侯府大门外的茶棚里喝茶。我周家商行名下的36间当铺，钱庄掌柜已经将顾家这3年来从周家拿走的每一笔账目拓印了上千份，此刻就在京城各大茶楼的桌案上放着。大处律第7卷明文规定，凡夫家图谋欺财，数额巨大者，杖100，流3千里；若有构陷谋害之举，罪加1等，摘去顶戴，贬为庶女。我从袖中又掏出一样东西，一张揉皱的药方，上面盖着京城回春堂的红印。这副能让人气血衰败、伪装成痨病之相的千金藤药方，是5天前你的贴身小厮拿着林婉儿的对牌去抓的。要不要我现在请顺天府的仵作来验一验？今早侯府端给我那碗红枣莲子羹里，到底加了什么好东西？此言一出，林婉儿双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地，脸色白得像一张纸。顾景安彻底慌了，他上前一步，压低声音，语气里终于带上了哀求的意味：燕燕，有话好说，你先把账本收起来。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你莫要毁了顾家，也毁了你自己。你一个被退了婚的女子，日后在这京城还怎么立足？我的立足之地，不用你操心。我一把推开他伸过来的手，将一张早就写好的文书拍在旁边的供桌上，连同一支饱蘸墨汁的狼毫笔。退婚书我已经写好了，签字画押，把我娘的嫁妆和周家的田契原封不动的吐出来，否则咱们现在就去敲登文鼓。我周婉燕就算拼尽周家最后一块铜板，也要拉着你顾景安头上的乌纱帽一起陪葬。空气凝滞了，顾老侯爷闭上眼睛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，颓然摆手：签，给他签。顾家的脸，今日算是被你丢尽了。顾景安死死咬着牙，手背上青筋扑起。他知道，今日若是不签，这图谋欺财、下药谋杀的罪名一旦坐实，他苦读10载换来的仕途就全完了。他颤抖着拿起笔，在退婚书上重重签下自己的名字，随后将笔狠狠砸在地上，墨汁溅了一地。周婉燕，你够狠！带着你的臭钱滚出顾家！我将那纸退婚书仔细吹干墨迹，折叠整齐，贴身收好。账还没清呢。我转过头，走向瘫坐在地的林婉儿。你要做什么？林婉儿惊恐地往后缩，我没有废话，伸手一把拔下她发间那只红翡不摇，扯动间，金簪缠住她的头发，痛得她尖叫出声。我的东西，就算是扔了听响，也轮不到你这等脏手来碰。我拿出帕子，嫌恶地擦了擦不摇，转头看向门外等候多时的周家掌柜们。老李，带人去后院对账单，箱子里的东西，哪怕是少了一块布头，也让他们顾家按原价拿银票补齐。另外，去把小少爷接出来。半个时辰后，顾家的大门前堆满了沉甸甸的红木香篓。我掀开车帘，看着怀里瘦弱苍白的幼弟周瑾，他正发着低烧，小脸烧得通红，紧紧抓着我的袖口，不肯松手。前世他被顾家人丢在柴房里发高烧，顾景安说不过是小孩子着凉，硬生生拖死了他。这一世，我摸着他滚烫但依然起伏的胸膛，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。长姐，阿锦迷迷糊糊地唤了一声，不怕，长姐带你回家。我将大氅裹紧他。马车外的老李在窗棂上敲了敲。大小姐，所有地契账面全对清了，现银顾家拿不出，是用城外2间绸缎庄抵的。咱们现在回周家大宅吗？不回大宅，我那个好二叔一家，只怕现在正等着看我被退婚的笑话，准备瓜分家产呢。老李，你吃我硬信，明日一早将京城所有能变现的铺面、宅院全部低价发卖，换成赤金和飞票。下午城门落锁前，我们在城南10里亭会合。大小姐，您这是要回原籍永州。话音未落，车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周婉燕，你给我停下！我挑开一点车帘缝隙，冷风灌了进来。顾景安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连喜服都没来得及换，气急败坏地拦在了马车前。守城门的卫兵和路过的百姓纷纷侧目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马车，眼里满是不甘和恶毒。你变卖京城产业，真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？永州那穷山恶水，全是不长庄稼的盐碱地。你一个带着病秧子的弱女子，还真以为能在那吃人的宗族里立住脚？我靠在车壁上，甚至懒得露面，只隔着车帘冷笑了一声。不劳顾大人费心，我周婉燕就算是去啃盐碱地里的土，
也比待在你顾家的臭水沟里强。顾景安被气笑了，他拽着缰绳，声音阴冷的像是一条毒蛇。好，好得很，周婉燕，你莫要后悔。离了京城的庇护，你回那盐碱地里只能吃糠咽菜，被那些刁民生吞活剥。不出3个月，你必会跪在侯府门前，求我收你做妾。老李，赶车。我轻扣车厢，车把式响亮的甩了一个响鞭，马车车轮滚滚向前，直接逼得顾景安的马往旁边退了2步。冷风卷起地上的黄土，将侯府的红绸彻底抛在脑后。我收回视线，手掌轻轻附在胸口，那里贴身挂着一枚触感温润的玉坠，这是母亲临终前留给我的遗物。前世我至死都不知道它有何用处，直到重生的那一刻，我的意识曾短暂的被吸入玉坠之中。在那片浩瀚的虚无里，悬浮着无数散发着微光的虚影，有饱满的稻穗，晶莹剔透的番茄，从未见过的紫色白菜，而最中央的石碑上赫然刻着5个大字：万象种子库。顾景安以为我是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，周氏宗族以为我是带着肥肉回乡的孤女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手里握着的是足以颠覆整个大楚天下，让枯木逢春、荒漠生金的底牌。我垂下眼睫，看着熟睡的幼帝，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3个月，顾景安，3个月后，天下大旱，饿殍遍野之时，我会让你看看，到底是谁跪在谁的脚下求生。驾马车出了城门，朝着永州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永州的春风不似京城那般和煦，裹挟着干硬的黄沙，打在脸上隐隐作痛。马车停在周家老宅门前时，朱漆斑驳的大门早被人强行撬开。院子里7、8个5大3粗的汉子正四仰八叉地坐在条凳上喝茶，瓜子皮吐了一地。坐在太师椅上的是拄着拐杖的周氏族长，我的亲二叔周德水。哟，这不是咱们名满京城的侯府少奶奶吗？怎么灰头土脸的回来了？顾家还算大方，打发你走，还给了几箱破烂。老李上前一步，想护着我，被我抬手拦住。我牵着阿锦走入院中，冷眼环视一圈。二叔这排场倒大，只是不请自来，撬了我大房的门锁。大楚律法里，这叫入室劫掠。少拿京城那套唬我！在这永州周家村，族规就是王法。你爹死得早，如今你又被夫家休弃，带着个病秧子弟弟，这大房的门楣算是断了。按照族规，绝户的家产需交由宗族代管。念你还有几分姿色，族里给你寻了门好亲事。村头的张屠户刚死了老婆，你过门去填房。至于你带回来的田契地契，交给我。二叔替你打理大房那1000亩的盐碱地。失绝户这3个字，在乡野间就是一把不见血的杀人刀。前世我顾念那点微薄的亲情，对他们百般忍让，换来的却是周家在永州的祖坟都被他们刨了卖地。张屠户，二叔看清楚，这是我周婉燕以女户之名在京兆尹处重立的户籍。大楚律自立女户者，财产全权自主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你想强抢，尽管试试脖子上的脑袋硬，还是顺天府的铡刀硬。周德水脸色变了变，但身后的汉子们却纷纷站了起来，堵住了院门。山高皇帝远，哪个破纸吓唬谁？婉燕呐，你一个女人无夫无主，这院子晚上风大，若是进个贼失了火，你和这病秧子弟弟只怕连灰都剩不下。明晃晃的威胁，我没有退半步，目光扫过门外探头探脑看热闹的村民，突然扬高了声音：老李，拿笔墨，取红纸。一张崭新的红榜被糊在老宅残破的院墙上。我周万燕今日重立周家大房门户，既说我无夫无主，那我今日便当街招赘。愿入赘我周家者，迁死契入周氏族谱，我包他1日3餐白面细肉，月银2两。唯一的要求，能打，替我守住院门，挡住那些企图吃绝户的疯子。50两金子，这侯府弃妇真有钱呐！快拉倒吧，得罪了族长，有钱你也花不出去。谁敢为了那点钱去惹周德水啊？村里出了名的无赖二狗子凑上前，一双眼睛在我身上乱瞟。周家大丫头，哥哥我虽然不怎么能打，但床上功夫不错，你要不……他的脏手还没碰到我的衣袖，我一脚踹中他的膝盖，二狗子惨叫一声，跪倒在地。我嫌恶地拍了拍衣摆，目光越过人群，落在村口大榕树下的一道身影上。那是一个男人，他坐在一节枯木上，对这边的喧闹充耳不闻。他穿着粗糙的兽皮短褐，右腿笔直地伸着，似乎有些僵硬，半张脸被凌乱的黑发和一块粗糙的黑布眼罩遮挡，露出的下颌线凌厉如刀裁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里那把剔骨刀，刀锋翻转间，一张完整的野狼皮被他行云流水地剥了下来，动作很利精准，没有一滴血溅在身上。村里人似乎都很怕他，以他为圆心，周围3丈内空无一人。那人是谁？我低声问老李。
回大小姐，那是半年前流落到咱们村的猎户，没名字，排行老九，人都叫他黄九。听说是个逃兵，瞎了一只眼，还瘸了腿，脾气暴力得很。前阵子隔壁村几个地痞想抢他猎物，被他一人用柴刀砍断了腿，村里人都当他是活阎王，躲着走呢。活阎王，瞎眼瘸腿，无牵无挂，战力强悍。我看着他握刀时骨节分明，布满后茧的手，心头微动。我提起裙摆，拨开人群，径直朝着大榕树走去。走到近前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和松针的冷香扑面而来。黄九没有抬头，依旧仔细地刮着狼皮上的脂肪，那把刀在他指尖转得飞快，刀光森寒。一天管3顿饱饭，月前我给你涨到5两银子，包你在这个村里无人敢惹，医药费我全出，做我的赘婿，干不干？刀尖猛地停住，停在离我斜肩不过半寸的泥地里。黄九缓缓抬起头，那只唯一完好的左眼黑沉如深渊，没有错愕，没有贪婪，只有一种属于上位者的令人胆寒的审视。那种眼神绝不是一个普通乡野猎户该有的。我瘸腿瞎眼，半个废人。周小姐招我，不怕脏了门楣。我招的是护院的刀，不是供在神龛里的菩萨。瞎眼瘸腿无妨，只要你拿刀的手不抖就行。契约婚姻，互为护盾。你替我挡住外面的明枪暗箭，我供你安身立命，衣食无忧，如何？周德水带着人追了过来，见我找上黄九，气急反笑。周万燕，你宁可招一个残废毁容的流民，也不肯听从宗族安排。黄九，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这周家大房的死活，不是你一个外乡人能插手的。黄九没有理会周德水，他的目光扫过我紧握在袖中微微泛白的指尖，又看向我身后怯生生却紧紧抓着我衣角的阿锦。他慢条斯理地将剔骨刀在狼皮上擦净血迹，插回腰间，然后他单手撑着树干站了起来。虽然瘸了一条腿，但他站直时身形竟异常挺拔高大，如同一座压迫感十足的山峰。砰！他一脚踢飞脚边那截碗口粗的枯木，枯木带着劲风呼啸而出，精准地砸在周德水面前。周德水吓得倒退2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，身后的壮汉们也纷纷后退，面露惧色。黄九走到我身侧，半个身子将我挡在后面，独眼冷冷扫过周氏宗族众人。这活儿我接了，字据现在就立。周德水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我们破口大骂：好，好！周万燕，你带着个残废，守着那上千亩寸草不生的盐碱地，我看你们能熬过几日？等你们饿死在院子里，这地还是我周氏宗族的。老李，关门，放狗！我不愿再听他废话，大门轰然关闭，将宗族的咒骂和村民的指指点点彻底隔绝在外。我带着黄九走进正堂，老李已经将笔墨备好，我提笔飞快地写下2封契书，按下手印，推到黄九面前。从今日起，你住前院东厢房，我住后院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入后院半步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拔出所有试图靠近这座宅子的爪子。黄九看都没看契书的内容，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写下黄九2字，按下手印。大小姐，咱们虽然暂时稳住了宅子，可刚才族长说的对，大房分到的那上千亩地，全是在北坡的盐碱地，连根野草都长不出来。今年雨水又少，若是种不出粮食，咱们带回来的金银总有花光的一天。谁说种不出来？明日一早准备农具，我们去下种。夜深人静，阿锦服了药，沉沉睡去。我独自坐在后院的静室中，从贴身的衣领里掏出那枚玉坠。月光下，玉坠散发着幽幽的青芒。我闭上眼，意识瞬间沉入那片浩瀚的虚无空间。万象种子库已绑定，检测宿主重生1次方可激活，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可转赠，不可外泄。兑换规则：需消耗地力与时日，不可无限量产。改良作物需循序渐进，不可一蹴而就。当前环境：土壤盐碱化严重，干旱指数偏高。是否开启初级兑换？开启。我在意识中回应。石碑上的文字变换，3个散发着微光的虚影漂浮到我面前。物品1：吸染黑粉1阶，功效：中和重度盐碱土，锁水保肥，改良土壤结构。物品2：战成稻初级培育种，功效：极度耐旱，60日即可成熟，产量是普通稻种的3倍。物品3：水晶番茄种子，功效：耐贫瘠，果实富含糖分与水分，具有微弱的调理脾胃之效。我用意识触碰那3个虚影，下一瞬，我猛地睁开眼，面前的桌案上凭空出现了3大个沉甸甸的麻袋，一袋装满了黑色细腻的粉末，另外2袋则是饱满圆润、泛着微光的种子。前世顾景安笑我商贾出身只认钱，可他忘了周家发家靠的就是对田地和农时的极致把控。我不仅会看账本，我更知道乱世将至，粮食才是掐住所有人咽喉的唯一筹码。我提着那一袋吸壤黑粉，推开房门，走向前院。刚踏入中庭，一道冷冽的劲风骤然袭来，我没有躲闪，唰的一声，一把锋利的柴刀停在我的颈侧，刀刃甚至斩断了我鬓角的一丝碎发。黄九从廊柱的阴影中走出来，手握刀柄，
眼神如夜宵般锐利。他看清是我，才缓缓放下刀，目光落在我手里那袋黑色的粉末上。半夜3更，周小姐这是要去哪儿？他声音低沉，带着不易察觉的警惕。去地里。既然招了你做护院，那就发挥点作用。提上他，跟我走。黄九没多问，单手接过那个足有100来斤重的麻袋，轻松的仿佛提着一团棉花。北坡的盐碱地连绵成片，在月色下泛着一层惨白的盐霜，像是一片死地。我走入田中，抓起一把泛着白霜的泥土，在指尖捻了捻，干硬板结，毫无生机。老李，挖沟引水。我吩咐跟着来的老李。黄九，把袋子里的黑粉均匀地撒进刚挖好的沟槽里。黄九站在田埂上，夜风吹起他的眼罩，那只独眼里透出明显的不解。这地里的盐霜比雪还厚，就算你撒了金粉，也不可能长出半根庄稼。周小姐，白费力气。若是种出了呢？我接过老李递来的水桶，将井水沿着洒满黑粉的沟槽浇下。奇迹就在这一刻发生，黑色的粉末一接触到水和盐碱土，立刻发出细微的滋滋声。原本板结泛白的土壤，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松软湿润，透出一种肥沃的深褐色。黄九握着麻袋的手猛地收紧，骨节发出轻微的咔嚓声。他死死盯着脚下发生变化的土地，独眼中第一次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震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豁然抬头看向我，我拍了拍手上的泥土，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将另一袋战成道的种子递给他。黄九，看好这片地，不出2个月，这里会是大楚最丰饶的粮仓。干旱的气息已经在风中弥漫。顾景安、周德水，你们等着看吧，规则马上就要重写了。进入6月，永州的地界就像是被人架在了火炉上烤，整整2个月没落过一滴雨。外头连绵的田地裂开了1指宽的口子，庄稼刚冒个头就被毒太阳晒成了枯草，而我的高墙内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光景。一阵热风吹过，半人高的战城道翻滚起金黄色的浪头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杆子，另一头搭起的木架上挂满了一串串晶莹剔透、泛着紫红光泽的水晶番茄。大当家，省城的前首富已经在前厅候了半个时辰了，一进门眼睛就粘在那几筐刚摘的番茄上，扣都扣不下来。我净了手，换上一身利落的青色素面行绸对金衫，抬步朝前厅走去。钱万三是个胖成球的精明商人，此刻他正捏着一个洗净的水晶番茄，对着阳光端详。周当家，这物件通体如玉，入口化渣且生津止渴，在这大旱天里简直是神仙果啊！您开个价，这园子里的果子和那片金黄的稻子，我钱记商行全包了。钱老板是个痛快人，既然你要包圆，那我就明算账。占城道一担10两白银，这水晶发番茄50文一颗，概不还价。周当家，您这是抢钱呐！如今外头精米虽涨，也才2两银子一担，您这开口就是10两。还有这番茄50文一颗，能在城东买2只肥鸡了。外头精米是2两，可钱老板买得到吗？我放下茶盏，瓷器碰撞，发出一声脆响。京城粮仓亏空的消息，别人不知道，钱老板这种手眼通天的人会不知道。大旱已成定局，不出半月，别说2两，就是20两一担，也有的是人卖儿育女来换。至于这番茄，大旱之年，达官贵人们火气旺，这东西能清热解毒，调理脾胃。你运去京城，卖给那些侯门大户，别说50文，1两银子一颗，他们也抢着要。钱万三被我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我这里的货，大楚境内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我不收铜钱和飞票，只要现银。另外，除了现银，钱老板还得替我办一件事。周当家请讲。钱万三的语气已经不自觉地带上了敬畏。替我弄300把金刚打造的开山农具，样式按我画的图纸来打。半个月内，连同银子一起送进我的庄子。农具是幌子，我要的是足以武装家丁的利刃。乱世怀璧其罪，没有刀锋护着的粮食就是催命符。钱万三盯着那份几乎是割肉的垄断契约，咬了咬牙，提笔签下了大名。当天傍晚，钱万三的马车拉着第一批晶莹剔透的番茄出了村口。这动静自然瞒不过村里那双双饿绿了的眼睛。入夜，闷热无风，我坐在后院核对着账目。前院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，紧接着几声沉闷的落地声打破了寂静。谁？老李的厉喝声刚起，便被一声惨叫打断。我立刻吹灭了油灯，推开窗棂的一道缝隙。月光下，3个蒙着脸的壮汉翻过了高墙，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镰刀和麻袋。其中一人正一脚踹翻了老李，骂骂咧咧地朝稻田那边走去。得水叔说了，这娘们肯定有妖法，咱们把这些苗子全割了，连泥带根挖走。
话音未落，一阵沉闷的拐杖点地声从廊柱的阴影中传来，哒哒哒，不疾不徐，却像是踏在人的心尖上。3个贼人猛地回头，黄九扛着一把劈柴的盾斧从黑暗中缓缓走出。他没有穿上衣，结实的肌肉在月色下泛着冷硬的铁色。那只独眼死死盯着闯入者，透出一种看死物般的漠然。装什么神弄什么鬼！一个瘸子怕他作甚？命天子他！领头的贼人壮着胆子，举起镰刀就朝黄九砍去。黄九甚至没有退半步，他握着斧柄的手腕猛地一转，那把笨重的盾斧在他手中轻巧的如同无物，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劈下。咔嚓，贼人手里的生铁镰刀应声断成2截，盾斧的去势未减，刀锋硬生生停在领头贼人的鼻尖前，凌厉的罡风削断了他额前的头发。他脸上的黑布瞬间被劲风撕裂，露出周氏宗族周大牛那张因极度惊恐而扭曲的脸，一股浓烈的尿骚味弥漫开来。周大牛双腿一软，直挺挺地跪在了地上，当下湿了一大片。剩下2个贼人吓得扔了麻袋，连滚带爬地往墙头爬。滚回去告诉周得水，再敢越界半步，我剁了他的手喂狗！几个贼人屁滚尿流地翻出墙头，消失在夜色里。危机解除，我点亮了灯笼，走到前院。老李正在清点被踩踏的稻苗，心疼地直拍大腿。我走向黄九，他正弯腰捡起地上的断镰，借着灯笼的微光，我瞥见他右臂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划痕，是被贼人翻墙带进来的铁蒺藜划破的，鲜血正顺着肌肉纹理往下淌。进窝，我简短地说道。他没有动，只是抬手用粗糙的拇指抹去血迹。小伤。你是我的护院，你这只手要是废了，谁来替我拿刀？我付了月钱，就不允许我的刀生锈。滚进来上药。黄九沉默了片刻，终于迈步跟进了东厢房。一盏孤灯如豆，我把金创药和干净的纱布放在桌上。黄九单手解开护腕，动作有些迟缓。手拿开。我走过去按住他的胳膊，他身体猛地一僵，下意识的想要回撤，却被我死死扣住手腕。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他，宽阔的胸膛和背脊上没有一块好肉，大大小小的伤疤纵横交错，像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我用烈酒清洗着他手臂上的新伤，目光却落在他左肩处一道贯穿前后的陈年旧疤上，那疤痕边缘呈现出古怪的锯齿状。大楚玄铁重剑留下的贯穿伤，你后背那几处圆形的凹陷是北狄游牧骑兵常用的倒刺狼牙剑，还有你这条腿的经脉，不是摔断的，是被战马生生踩断的。黄九猛地转头，那只独眼里的慵懒与漠然瞬间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杀机。他仅存的左手瞬间锁住了我的咽喉，他没有用力，但那股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威压足以让普通人胆寒。你到底是谁？他声音低沉的像是在喉咙里碾碎了冰块。一个被休弃回乡的商贾之女周万燕。黄九，永州山里的野猪可不会列阵射箭，你这身伤只有经历过尸山血海的万人阵仗才能留得下来。他盯着我，呼吸微微沉重。你怕我报官抓你这个逃兵？我若是要你死，刚才这金创药里多加一位亲子就足够了。黄九定定地看了我半晌，缓缓松开了手。你不怕我？他退后一步，隐没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。我连吃人的礼教和夺财的前夫都不怕，会怕一把能护住我身家性命的刀？我不管你以前是谁，犯了什么事，在我这座宅子里，你只是黄九。我出钱出粮，你出命保我。这笔买卖，你只管放心做。黄九垂下眼睑，看着手臂上包扎的整整齐齐的纱布，嘴角突然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。周小姐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疯。世道疯了，清醒的人怎么活？我端起铜盆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我停下脚步。你的腿虽然经脉断了，但并未彻底坏死。等我第一批粮卖出去，我会替你寻回春堂的圣手，接上他。我没回头看他的表情，径直走入了夜色。贼人夜袭后的第3天，周氏宗族终于撕破了脸。大当家，不好了！周得水那老王八蛋联合了县衙领张主簿，带着几十个村民，把上游白龙河的闸口给堵了。我眉头一皱，白龙河是这方圆100里唯一的水源，这几个月大旱，河水本就快见底了。如今他们一截流，我们那上千亩地就彻底断了水。虽然占城道耐旱，但也架不住10天半个月没有一滴水滋养。他们这是想把我们活活渴死，逼我们交出田地呀！去套车，叫上黄九，带上钱老板昨夜送来的10万两飞票，去上游。马车疾驰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便到了白龙河上游的清风峡。隔着老远，就看到周得水正坐在河滩的太师椅上，指挥着几十个青壮年，用沙袋和巨石把流向下游的河道堵得死死的。周万燕，二叔早告诉过你，这周家村的天是我周得水撑着的，
你不是能种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没水，你的地里能长出什么金疙瘩来？周围的村民爆发出一阵哄笑。我站在马车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二叔，你截断河水，就不怕县令怪罪？县衙的张主簿就在这儿。县太爷说了，大旱之年，水源要紧着村里的良田。你们大房那片盐碱地本就是废地，就不浪费这水了。好一个不浪费！我没有动怒，只是从袖中抽出一沓厚厚的红气，轻轻抖开。张主簿，既然您在这儿，那就省得我跑一趟县衙了。2个时辰前，我的人已经去了州府。白龙河源头的这座清风峡，连同周围500亩荒山，我已经花1万两白银，连山带水全部买下了。州府的大印此刻应该已经盖上了。此言一出，全场死寂。周德水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像活见鬼一样看着我。你放屁！1万两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不光买下了源头，我还高价雇了省城最好的工匠。明日起，这清风峡将修筑一座高3丈的水坝，这白龙河的水，从今往后只流进我周家大房的水库。既然二叔把河道堵了，那就堵得结实点儿，一滴水也别想流进你们的田里。你敢？这是祖宗留下来的水，你个贱妇敢独吞！砰！黄酒不知何时出现在车辕前，未出鞘的柴刀连刀带鞘，重重砸在周德水的胸口。周德水直接倒飞出去，砸在沙袋上，喷出一口鲜血。大楚律法，私产神圣不可侵犯。想用水可以拿你们手里的地契来我的庄子换水，不换的就在这旱天里干死吧。我放下车帘，回庄。马车在周德水绝望的哀嚎声中碾过干涸的黄土，扬长而去。烈日烘烤着干裂的大地，永州周边的树皮都被逃荒的饥民啃得精光。短短半个月，清风峡的水坝彻底落成，白龙河的水被死死截留在我大房的水库里，通过我命人连夜挖掘的暗渠，源源不断地灌溉着北坡那上千亩的占城道。而水坝下游的周家村却成了人间炼狱。原本指望着截留渴死我的周氏宗族，此刻却面对着颗粒无收，连井水都打不出一滴的绝境。村民们眼眶深陷，皮包骨头，如同一群行尸走肉。大当家，他们来了！老李站在角楼上，望着庄子外黑压压的人群，声音有些发颤。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，俯瞰着下方。周德水被人用担架抬着，形容枯槁。他身边跟着几百号周家村的村民，以及附近村落逃荒来的饥民。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我高墙内那片金黄色的道浪，有人甚至忍不住开始啃食地上的干土。周完爷！周德水用尽全身力气，颤巍巍地举起手里那本厚厚的泛黄的册子，那是周氏的族谱前世。就是这本册子上的一条条规矩，逼得我王母含恨而终，逼得我将家产拱手让给顾景安。二叔错了，宗族错了，你到底也是周家的人啊！求你看在同宗同源的份上，放一口水，施舍点粮食吧！村里已经饿死3个孩子了。他这一跪，身后的几百口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，哀嚎声震天动地。我看着下方那一张张曾经对着我恶语相向、企图吃绝户的脸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现在想起我是周家人，我冷笑一声，声音透过扩音的竹筒，清晰地传遍每一个人的耳朵。2个月前，你们撬开我大房的门，要将我田房卖掉时，怎么不说同宗同源？你们截断白龙河的水，要把我和幼弟活活渴死时，怎么不想想同宗同源？下方鸦雀无声，只有沉重的喘息声。大当家，难民太多了，如果他们饿极了强攻庄子，咱们的人手怕是顶不住。老李压低声音担忧道。我转头看了一眼站在身侧的黄九，他双手抱胸，一把蓦地锃亮的金刚长刀斜挎在腰间，他仅剩的独眼冷漠地扫视着下方，如同看一群蝼蚁。他身后站着我用重金和粮食招募来的50名护院，全副武装，严阵以待。谁敢上墙，杀无赦！黄九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令人胆寒的肃杀之气。不需要杀人。我越过城墙垛口，伸手接过老李递来的一沓白纸。周德水，这族谱上的规矩说女子无才不得继家业，说绝户之才需充公宗族。既然这族谱吃人，那今日我就立一个新的规矩。我猛地扬手，哗啦，几百张盖着红手印的契书如雪片般从城墙上飘落，落在饥民们的面前。这是雇佣卖身契，签了它，你们就不再是周氏宗族的人，而是我周婉燕的佃户长工。从今往后不受族规管辖，只认我庄子的规矩。干活的一入3餐管饱，有白面有精米；生病的庄子里出药钱。但谁若是敢偷懒、私藏，或者再提半句宗族规矩，立刻乱棍打出，永不滥用。我死死盯着周德水，看着他因绝望而剧烈颤抖的身体。至于你二叔，
你年纪大了，干不了活，这本族谱你就留着带进棺材里慢慢念吧。底下的人群死寂了片刻，突然，一个抱着枯瘦婴儿的妇人连滚带爬地冲上前，抓起一张契书，咬破手指就按了下去。我求大当家赏我儿一口米汤。这就像是一个信号，无数饥民疯狂地扑向那些契书，什么百年宗族，什么尊卑伦常，在饿得发绿的眼睛面前，连个屁都不是。周德水被人潮推倒在地，他绝望地看着那些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族人，为了活命，毫不犹豫地背弃了他。兵不血刃，瓦解百年宗族。从今日起，这永州地界再无周氏宗族，只有我周婉燕的铁壁庄园。当夜，庄子外的大锅里熬起了浓稠的战城稻米粥，米香飘出10里地。我坐在书房里，桌案上堆满了新签的雇佣契约。有了这几百号劳动力，我的第2批万象种子库里的高产红薯和抗旱大豆终于可以大规模下地了。吱呀，房门被推开，黄九端着一碗清热的绿豆汤走了进来。他没有穿护院的短褐，而是换上了一身黑色的劲装。这几个月的休养，他身上的旧伤医好了大半，原本消瘦的脸颊也丰溢起来。那道横跨鼻梁的刀疤，非但没让他显得丑陋，反而增添了几分令人移不开眼的野性与锋利。门外的人安顿好了，一共收编了412人，青壮劳力150人，我都打散编入了护院和巡逻队。他将绿豆汤放在我面前，动作利落。辛苦了。我端起碗，刚喝了一口，却听他低沉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：京城出事了。我握着瓷碗的手猛地一顿，抬眸看他。黄九没有避讳我的目光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封用蜜蜡封口的密信，放在桌上。信封上没有署名，只有一个暗红色的奇异图腾，那是代表大楚最高军事机密的非越位标记。大旱蔓延到了北方5省，国库空虚，拨不出1粒赈灾粮。3天前，北狄骑兵趁机扣关，连下3城。驻守北境的镇国军因为断粮3个月，已经开始杀战马冲击。黄九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的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但他垂在身侧紧握的拳头，手背上抱起的青筋，却出卖了他此刻内心的惊涛骇浪。我放下碗，目光落在那封密信上。这信是给你的。是。黄九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单膝跪地，他一把扯下右眼上的黑对眼罩，那只传闻中瞎了的右眼赫然是一颗完好无损、深邃如寒潭的黑眸，两只眼睛同时盯着我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与压迫感。他从贴身的胸口处掏出一枚黑铁打造、雕刻着盘龙的虎符，重重拍在我的书桌上。大楚镇国大将军王云锦。他薄唇轻启，吐出那个曾经震动天下、让北狄闻风丧胆的名字。半年前，朝堂政敌勾结奸军，在我的粮草里下毒，导致我军大败。我拼死突围，流落永州，本想查清内奸，再图后效。黄云锦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仿佛要看穿我的灵魂。周婉燕，这几个月，我看着你把一片死地种成金山，看着你兵不血刃瓦解宗族，你手里那神鬼莫测的种地本事，我知道你没说实话，我也不打算问。但我现在需要粮食，镇国军10万将士的命，大楚北境千万百姓的命，都在你那上千亩地里。我看着那枚象征着大楚最强战力的虎符，心跳有一瞬间的漏拍。镇国大将军黄云锦，前世我死前曾听说过这个名字。他因为粮草断绝，在北境力竭战死。他死后，大楚北境沦陷，国破家亡。而那个时候，顾景安正拿着我的钱，在京城醉生梦死。原来我随手招赘的残废猎户，竟是这座即将倾覆的江山最后的脊梁。你要多少？我强压下心头的震动，声音清冷：10万担，这几乎是你庄子里所有的存粮。我没有现银给你，只有这块虎符和黄某人这条命。空气仿佛凝固了，10万担粮食，在这个大旱之年，价值连城，足以买下半个永州。这不仅仅是粮食，这是我安身立命、向顾家复仇的所有底牌。我垂下眼眸，看着桌上那枚冰冷的虎符，突然笑了。黄云锦，你太小看我周婉燕了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的是这大楚的规矩，由我来定。我走到墙边，扯下挂在墙上的大楚疆域图。这10万担粮食我给，不仅给精米，我还给你最顶级的止血金创药，能让战马日行千里的秘制草料。但我要的报酬是，等你平定北境，我要你上奏朝廷，保我做这大楚开国以来第1位正3品司农女官。顾景安不是最看重他那点可怜的权力和名分吗？那我就要站在朝堂之上，用他最引以为傲的律法和权柄，一点点碾碎他的骨头。黄云锦看着我，那双深邃的黑眸里第一次燃起了熊熊烈火，那是一种棋逢对手的震撼，也是成年人之间极致的相互吸引。他没有说多余的废话，只是握紧了我的手腕，掌心的温度滚烫，几乎要将我灼伤。一言为定，等我回来，谁若敢拦你的路，我的刀便替你杀谁。
3天后深夜，我将库存粮食一分为2，5万担先行起运，由亲信队伍护送北上支援郑国军，另5万担留在庄内应急，对外只字不提援粮之事。100辆黑布重车悄然驶出庄园，车上载着先行出发的粮草与药材。黄云锦换上了当年那身破旧却洗得发白的铠甲，临行前他没有拥抱，也没有告别，他只是将他那把防身的金刚短刀沉默地挂在了我的腰间。我留了50名非余威的暗桩在庄子周围，这把刀见血封喉，照顾好自己。说罢，他翻身上马，带着那支决定大楚国运的车队，消失在北上的茫茫夜色中。他走后的第7天，永州城彻底乱了，大旱引发的饥荒终于掩盖不住，朝廷派了钦差大臣南下筹粮。大当家，钦差大人的仪仗到了城外，县太爷带着人把咱们庄子给围了。钦差，我正在核对秋波的账目，头也没抬。是京城来的，说是奉了圣旨，要征调咱们庄子里所有的存粮充公。带头的那位钦差大人是顾景安顾侯爷。顾景安，我握着毛笔的手微微一顿，一滴浓墨落在账册上，晕染成一朵黑色的花。前世他踩着我的尸骨爬上高位，今生他在京城得知我靠种田发了家，便迫不及待地拿着圣旨想来强抢我的救命粮。我放下笔，拿起一块湿帕子，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指尖的墨迹。更衣。我站起身，取下腰间那把黄云锦留给我的金刚短刀，走，去会会我这位不要脸的前夫。庄子外旌旗蔽日，几百名穿着明光铠的州府官兵将我那2丈高的围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阳光刺目。县令张大人正点头哈腰地站在一辆华贵的紫檀木马车旁，大门缓缓打开，我带着老李和几10名护院，面色冷硬地走了出来。马车帘子掀开，顾景安踩着太监的脊背走下车。半年未见，他清瘦了些，但身上那股子自命清高、不可一世的世家做派却比在京城时更甚。他穿着绯色仙鹤服紫的官服，手里握着一卷明黄色的圣旨。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先是闪过一丝难以置信，随后眼底迅速涌起一股夹杂着惊艳与嫉恨的复杂情绪。在京城时，我为了迎合他那素雅端庄的喜好，总是穿得老气横秋，将自己熬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内宅怨妇。而此刻，我穿着一身干练的月白暗纹劲装，长发高高竖起，腰间挂着金刚短刀。阳光下，我的眼神冷冽的像冰，哪里还有半点当初那副任人揉捏的替身模样？周晚宴，半年不见，你这日子过得倒还算体面。当初你负气出走，我也懒得与你计较。如今国家危难，我奉皇命来江南筹粮，只要你把这庄子里的粮食全部交出来，填补国库亏空，我可以在陛下面前保你一个义民的牌坊。他顿了顿，声音压低了几分，换上一副自以为深情的嘴脸。婉儿前2日小产了，身子伤了根本，大夫说恐难再孕。燕燕，你若是这次立下大功，随我回京，我不仅可以烧了那份退婚书，还能让你重新做回我的平妻，侯府的主母之位依然是你的。我看着他这副恶心至极的嘴脸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平妻？我挑了挑眉，目光像看一个跳梁小丑。对，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结果。你一个抛头露面的下堂妇，还真想在这乡野之地招蜂引蝶，孤独终老不成？交出粮食，我带你回京，享一辈子荣华富贵。顾大人是不是记性不太好？半年前在京城顾家大堂上，那份退婚书是你亲手签的。你拿我的嫁妆养外室，甚至给我下毒，这些账可是都在顺天府备了案的。你想烧退婚书，顺天府的抵挡你也烧得掉吗？周晚宴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本官此次南下，乃是奉了圣谕筹措军粮。如今北境战事吃紧，郑国军断粮，大楚危在旦夕。这庄子里囤积了数万担粮食，若是不交，便是囤积居奇，通敌叛国的大罪。本官有权立刻将你满门抄斩。周围的官兵齐刷刷地拔出腰刀，刀光在烈日下闪烁着森寒的光芒。县令张大人在一旁擦着汗，连声呵斥：周氏，钦差大人面前还敢放肆？还不快打开粮仓，听候发落！老李和护院们立刻握紧了手里的兵器，气氛剑拔弩张。我却没有退缩半步。我看着顾景安那张自以为胜券在握的脸，突然扬唇一笑：筹措军粮？顾大人，你口口声声说郑国军断粮，大楚危在旦夕，可我怎么听说就在昨日，兵部的800里加急军报已经送入了京城？顾景安愣了一下，眉头紧皱：什么军报？本官离京半月，何来军报？你一个乡野村妇，也敢妄议朝政？妄议朝政？
不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我从袖中抽出一份盖着兵部红印的拓本，这是昨夜黄云锦留下的飞鱼卫暗桩，通过秘密渠道刚刚送达的。就在5天前，镇国大将军黄云锦亲率3万铁骑夜袭北敌大营，斩首5万，生擒北敌左贤王。镇国军不仅没有断粮，反而粮草充足，士气如虹。他们吃的是江南最好的战城道，用的是能让战马日行千里的特制草料。顾大人，你现在拿着一份已经过期的圣旨来我这里筹措军粮，你筹的到底是哪国的军粮？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，县令张大人的腿都软了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顾景安，周围的官兵也开始面面相觑。北境大捷，镇国军有粮，那他们跟着钦差来这里强算怎么回事？顾景安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死死盯着我手里的拓本，厉声咆哮：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户部根本没有拨发一粒粮食给北境，镇国军怎么可能会有粮草？你这是伪造军报，罪加一等！来人，把这妖言惑众的奸夫给我拿下！几个心腹官兵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上来，谁敢动他啊！一声惊雷般的怒吼从官道尽头炸响，紧接着是一阵地动山摇的马蹄声。100名身披重甲、手持长枪的玄甲铁骑，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，瞬间撕开了州府官兵的包围圈。那股从尸山血海中淬炼出的恐怖杀气，直接让州府的那些杂牌军吓得扔了兵器，连连后退。马蹄声停歇，队伍正中，一匹神骏的黑马跃众而出，马背上的男人一身玄色蟒袍，腰配象征大楚最高武将权柄的盘龙重剑，那张犹如刀削斧凿般凌厉的面容上，再也没有了那块破旧的黑龟眼罩，一双深邃的黑眸冷若寒星，扫视全场。是黄云锦，他没有死在北境，他带着无上荣光回来了。顾景安在看到那张脸的瞬间，双腿一软，直接跌坐在地上，手里的圣旨滚落到了尘土里。镇国大将军。顾景安浑身抖得像筛糠，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虽然没上过战场，但在朝堂之上，谁人不识这位连皇室都要忌惮3分的杀神？黄云锦翻身下马，看都没看瘫在地上的顾景安一眼，他大步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那双杀伐果断的眸子在触及我的瞬间，化作了一池春水。他目光扫过我腰间那把短刀，嘴角微微勾起。周当家，他声音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。我来迟了。我看着他风尘仆仆却依旧挺拔的身影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不迟，刚刚好。黄云锦转过身，面向顾景安，刚才那抹温柔瞬间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威压。顾景安，你拿着筹粮的圣旨，在这里耀武扬威，你可知你口中那个要被你满门抄斩的女人，刚刚救了本将军的命，救了北境10万将士的命。顾景安惊恐地瞪大眼睛，目光在我和黄云锦之间来回游移。你们1个月前，是周当家倾尽所有，无偿捐赠10万担粮草，才解了镇国军的燃眉之急。就在昨日，圣上已在早朝上下达圣旨，封周完燕为大楚正3品司农女官，总督江南5省粮务。顾大人，大楚律法以下犯上，威逼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你是想死在我的剑下，还是想被拖去菜市口千刀万剐？顾景安彻底崩溃了，他引以为傲的官阶，他试图用来碾压我的圣旨，在绝对的实力和黄云锦带回的无上军功面前，像纸一样脆弱。黄将军，饶命！下官不知，下官真的不知周大人是司农女官了。他转头看向我，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嘶喊：爷爷，你帮我求情！我们毕竟夫妻一场啊！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不能杀我！情分！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，此刻像条狗一样趴在我脚下。顾景安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反击从来不喜欢见血？我伸出手指，用极低的声音，只用我们3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道：你这次来江南筹粮，户部给了你30万两的筹粮专款，对吧？你明知京城粮价飞涨，百姓无粮，却为快速敛财巩固权势，把官银全数投给二叔，做江南生丝投机，想靠垄断暴利彻底掌控朝堂，想借着大旱倒卖生丝大赚一笔，然后再拿空头银票去强征百姓的口粮，填补亏空。顾景安的瞳孔猛地收缩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前世你就是靠着这笔生丝生意，彻底垄断了江南的商路，赚得盆满钵满，踩着无数饿死的百姓，爬上了内阁首辅的位子。可惜这一世江南的商路我说了算。2天前，我已经联合省城前万3等18家商行，抛售了50万匹囤积的陈年生丝。江南生丝的价格已经跌破了底价，你二叔的生丝生意彻底破产。你挪用的那30万两户部官银，血本无归。
顾景安瘫坐在地，脸色死灰，眼底的光彻底熄灭了。他知道挪用军饷、筹粮不利、亏空国库这3项罪名加起来，顾家不仅要被抄家，他更要面临诛九族的大罪。我没有杀他，但我剥夺了他最在乎的权势、地位，将他引以为傲的家族彻底碾碎。这种不见血的绞杀，比一刀杀了他更让他生不如死。黄将军，此人贪墨军饷，图谋不轨，烦请将军将他押解回京，交由3法司会审。黄云锦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赞赏。他收剑回鞘，一挥手，拿下，打入死牢，押送回京。2名如狼似虎的玄甲卫立刻上前，像拖死狗一样将烂泥般的顾景安拖了下去。顾景安被带走后，张县令和那些官兵早就吓得作鸟兽散，庄子外恢复了平静。夕阳的余晖洒在高高的城墙上，给周遭的一切镀上了一层金红色的光芒。黄云锦遣散了铁骑，独自站在我面前。他从怀里掏出一卷明黄色的圣旨，郑重地递给我。这是你的正三品司农女官任命诏书。周晚宴，你做到了。从今往后，这大楚的粮仓你说了算。我接过那沉甸甸的圣旨，手指轻轻抚过，上面代表着无上权力的玉玺印章。前世我死在那暗无天日的偏院里，以为女子的命运只能依附于男人。今生我靠着一己之力，用一把种子换来了这足以颠覆天下的权柄。我抬起头，迎上黄云锦那双深邃的眼眸。黄将军，你这算不算是吃我的软饭？我挑了挑眉，难得的开了一句玩笑。黄云锦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爆发出一阵低沉浑厚的笑声。他上前一步，突然伸手将我耳畔一缕被风吹乱的碎发别到耳后。这个动作极其克制，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昵与霸道。大楚第一女官的软饭，别人求都求不来。我不仅要吃，还要吃一辈子。不知周大人肯不肯赏这个脸？他没有说任何海誓山盟的废话，但那双眼睛里却写满了只属于成年人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极致拉扯。我看着他，正要开口，身后突然传来老李焦急的呼喊声：“大当家，不好了！京城那边出大事了！”老李举着一封飞鸽传书，跌跌撞撞地跑过来。黄云锦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接过纸条，展开一看，脸色骤变。怎么了？我察觉到不对，沉声问道。黄云锦死死捏着那张纸条，指节泛白。他抬起头，目光复杂地看着我。皇上驾崩了，太子继位，顾景安的妹妹，那位在宫里一直不受宠的顾贵人，被封为太后了。空气瞬间凝固，顾景安被我作局搞垮，本该满门抄斩，可现在顾家却出了一个太后，此局似乎被强行逆转了。永州庄园的书房里，死一般的寂静，摇曳的烛火映照着那张短短2行的密信：皇上驾崩，新帝年仅6岁，太后顾氏垂帘听政。顾家倒是好命，眼看就要被诛九族，竟然还能枯木逢春，飞上枝头。顾景安现在到哪儿了？黄云锦眉头紧锁，沉声道：押解队伍才走出300里，顾太后既然上位，第一道懿旨必然是赦免顾景安，甚至可能直接将你我的罪名反扣。你如今虽是正3品司农，但在太后的懿旨面前，不过是一介可以随意拿捏的臣子。拿捏我？我站起身，走到巨大的大楚疆域图前，目光落在京城的位置。黄云锦，你太高看皇权，也太低估粮食了。顾太后以为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，可她忘了，这天下大旱还未过去，国库连老鼠都饿死。她手里没有一粒米，拿什么养她那高高在上的皇权？你想怎么做？黄云锦看着我，黑眸中闪过一丝锋芒。见血的屠杀。我走到书桌前，铺开一张空白的宣纸，提起狼毫。他要救顾景安，必然要先稳住朝局，稳住朝局就需要钱和粮。钱万三的商会垄断了江南70%的米面铺子，我手里的万象种子库掌握着大楚唯一优质粮源。黄云锦，你敢不敢陪我，在这大楚的龙椅上放一把火？黄云锦没有丝毫迟疑，他大步上前，单手附在我的手背上，他的掌心温热粗糙，带着常年握剑的茧子，稳稳地包覆住我握笔的手。镇国军10万铁骑，任凭周大人调遣，这天下谁当皇帝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周万燕站在这世间的最高处，无人敢欺。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坚毅面庞，反手握住了他的手腕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京城收网。半个月后，京城太和殿新帝登基的大典刚刚草草结束，大旱导致的饥荒已经蔓延到了天子脚下，城外饿殍遍野，城内米价1天3涨，甚至出现了一子而食的惨剧。太后顾氏坐在垂帘之后，看着殿下跪着的满朝文武，脸色铁青。国库空虚至此，
你们这群酒囊饭袋就拿不出一点办法吗？他尖锐的声音在大殿内回荡。顾景安站在文臣之首的位置，虽然换上了一身崭新的紫袍，但脸色依旧苍白，眼底透着掩饰不住的虚弱与癫狂。半个月前，他还在囚车里等死；半个月后，他成了当朝首辅、太后亲兄。这种极致的过山车，让他对权力产生了扭曲的渴望。太后息怒，微臣以为如今之计，留有向江南征要粮草。那永州周万燕虽被先帝封为司农，但其囤积居奇，意图谋反。太后只需下旨，剥夺其官职，命郑国大将军黄云锦带兵查抄其庄园，所得粮食足以解京城之困。他在赌黄云锦作为大楚武将，不敢违抗太后的意志，赌我一个女人在绝对的皇权面前，只能束手就擒。首辅大人这算盘打得可真是响啊！一声清冷的声音突兀地从大殿外传来，满朝文武齐刷刷地回头。殿门外，我穿着那一身正三品司农的绯色官服，头戴乌纱，脊背挺得笔直，一步步跨入这象征着大楚最高权力的殿堂。在我身旁是披坚执锐、一身玄甲的黄云锦，他手按剑柄，犹如一尊不可撼动的杀神，护在我的身侧。我们身后是没有圣旨便强行入宫的300飞鱼卫。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凝固到了冰点。大胆周万燕，没有诏书竟敢擅闯太和殿！黄云锦，你带着兵器上朝，是想造反吗？顾景安指着我们，声嘶力竭地吼道。黄云锦冷笑一声，拔出腰间重剑，铮的一声插在大殿的青砖上，火星四溅。大楚开国太祖遗训，郑国军主将可见履上殿。顾首府，你若不懂规矩，本将可以亲自教教你。那股浓烈的杀气吓得顾景安倒退2步，险些绊倒。我没有理会他，径直走到大殿中央，抬头看向垂帘后的顾太后。臣正三品司农周万燕奉先帝遗命，总理天下粮物，今日上殿是来给太后、给满朝文武算一笔账。5日前，京城所有的粮铺突然全部关门歇业，不是因为没粮，而是因为我周万燕下达了停售的死命令。此言一出，群臣哗然。这5天，京城米价飙升了10倍，连这些朝廷命官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。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，竟然是眼前这个女人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断绝京城粮道，哀家现在就下旨诛你九族！太后尽可以下旨，只是太后下的旨意能让地里长出粮食吗？我猛地合上账册，声音掷地有声。大楚18省的商道、粮库，如今有7成捏在我手里，剩下的3成掌握在前首富等江南商会手中。就在我进京前，我已经与商会签下死契。若我在京城有任何闪失，江南5省的所有粮仓将就地焚毁，天下商贾永不入京。死寂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近乎疯狂的底牌震慑住了。焚毁粮仓，永不入京，这是要拉着整个大楚的江山给他陪葬啊！顾景安指着我，手指颤抖得像风中的落叶。疯子，你这个疯子！你以为你用这种手段就能逼皇室就范？黄云锦，你身为大楚将领，就眼睁睁看着这妖妇祸乱朝纲！黄云锦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他拔出地上的重剑，反手握住剑柄，剑锋直指顾景安。周大人祸乱朝纲，我看祸乱朝纲的是你顾家吧？顾景安，你挪用军饷30万两，导致国库亏空，太后为保你，不惜在先帝大丧期间大肆卖官诱举，这笔账天下人都看着。他从怀里掏出那沓我早就在江南收集好的顾家贪墨和卖官的铁证，狠狠砸在顾景安的脸上。郑国军10万铁骑，只认理不认人。周大人出粮救了我的兵，他就是大楚的恩人，谁敢动他？先问问我手里的剑，答不答应？顾景安被砸得头破血流，跌坐在地，看着那些散落的罪证，彻底面如死灰。他抬头看向我，直到这一刻，他才终于明白，当初那个在他面前唯唯诺诺、任他揉捏的替身主母，早已经成长为了一个他甚至连仰望都不配的参天大树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垂帘后，顾太后终于妥协了，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恐惧与颓然。我要顾家满门抄斩，以谢天下。我声音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绝杀。江南18省商行半数粮商已与我立下同生共死之约。今日我要的是先帝册封的司农女官之制正式入律，永为定制。天下农桑、粮物、屯垦由我专管，不受后宫与私党干涉。太后若是答应，城外我准备的30万担救命粮立刻入库，京城之危顷刻可解。若是不答应，我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在顾家人眼里不亚于催命的无常。大楚的江山，既然顾家坐不稳，换个人坐也未尝不可。
太和殿内，群臣瑟瑟发抖，无一人敢出言反驳。在绝对的实力和粮食垄断面前，所谓的皇权规矩都成了不堪一击的笑话。顾景安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他知道他彻底完了。他费尽心机爬上了首辅之位，甚至连一天都没坐热，就被我轻描淡写地碾碎成了齑粉。3天后，太后下发罪己诏，顾景安贪墨军饷，卖官鬻爵，罪证确凿，剥夺官职，满门抄斩。其妹顾太后被幽禁冷宫，终生不得踏出半步。行刑那天，京城下起了初冬的第一场雪，菜市口人山人海，百姓们纷纷拿着烂菜叶和石块砸向囚车里的顾景安。我站在远处的酒楼雅阁上，推开窗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曾经高高在上的侯府世子，当朝首辅，此刻披头散发，带着沉重的枷锁，浑身散发着恶臭。当刽子手举起鬼头刀时，他似有所感，忽然抬起头，隔着茫茫飞雪看向了我所在的窗台。那一眼里有懊悔，有绝望，也有对死亡的极度恐惧。我没有躲避他的目光，只是端起桌上的热茶，轻轻抿了一口。咔嚓，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，鲜血染红了洁白的雪地。曾经那个试图用规矩和礼教使我绝户的顾家，轰然倒塌，止于满地白霜。我放下茶盏，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浊气。前世的仇，今生的怨，在这一刻彻底烟消云散。大仇得报，周大人怎么看起来并不怎么高兴？身后传来低沉的脚步声，黄云锦解下身上的玄色大氅，走上前，自然而然地披在了我的肩上，顺手替我系紧了领口的带子。他今日没有穿铠甲，而是换上了一身暗金线绣着盘龙纹的玄色长服，褪去了几分战场上的杀气，却多了几分令人心悸的沉稳与霸道。只是觉得这大楚的天下百废待兴，万象种子库里还有许多能抗寒高产的作物没有培育出来。接下来，我要让这大楚再无一人饿死。黄云锦看着我，那双深邃的眸子里涌动着毫不掩饰的情愫。他没有说任何多余的话，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紫檀木的匣子，递到我面前。这是什么？我皇家所有的身家。他打开匣子，里面躺着的不是金银珠宝，而是镇国大将军府的私印、10万镇国军的粮草调拨令，以及一张大红的庚帖。你说过，你的规矩，你来定。黄云锦单手撑在窗台上，将我困在他与窗棂之间，微微低头，鼻尖几乎要触碰到我的额头。他的呼吸带着冬日特有的清冷与灼热，声音低哑的致命。周万燕，镇国将军府的护院，我干够了。现在，我想换个身份。我心跳漏了一拍，却依旧保持着面上的平静，挑眉看他。黄将军想换什么身份？皇室忌惮你手握天下粮仓，忌惮我手握10万重兵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把这盘棋做死。他目光灼灼，眼底燃烧着野心的火焰。你做你的大楚财神爷，我做你的护国大将军。这大楚的江山，我替你守着，你归我。没有风花雪月的山盟海誓，只有成年人之间最极致的交托与并肩。我看着匣子里的庚帖，又看向他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，良久，我突然笑了。我伸手毫不客气地将那个紫檀木匣子收进袖中。黄将军，你这算盘打得不错。我迎上他的目光，伸手拽住他的衣领，将他拉向自己，两人的呼吸瞬间交融。以后黄家，我说了算。黄云锦先是一愣，随即眼底爆发出极其夺目的光彩。他反手揽住我的腰，将我紧紧扣在怀里。窗外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下，覆盖了前尘所有的污浊与血泪。在这权谋与生存的修罗场里，我没有依靠任何人的施舍，用一把种子种出了这盛世天下，也种出了一个与我势均力敌、顶峰相见的灵魂。属下黄云锦，遵周大人令。他低头，在一个极其克制的距离停下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，许下了这一生最重的承诺。